我死在顾府冷院那夜，血压断了檐下枯枝，门被人一脚踹飞，风雪卷进来，吹灭了我床前半盏灯。顾怀彻站在门口，玄色官服上沾着血，绣春刀未归鞘，他身后跟着父亲母亲。没人问我疼不疼，只看着我，像看一个罪人。他将一枚染血银铃扔到我榻前，那是阿姐江婉仪随身之物。江婉宁，顾怀彻声音冷得像雪。若不是你赌气离府，婉仪不会独自赴约，更不会被旧案余孽掳走。我撑着床沿想坐起，喉间却涌上一口血。我不是赌气，我只是再也不想看自己的夫君夜夜守在阿姐窗外，不想再听他用一句护正无男女压下我所有委屈。父亲厉声道：“你阿姐受了那么多年惊吓，你还要同她争？”婉宁，她已经够苦了，你为什么不能让她？让，我让了5年，让出新婚夜，让出夫君，让出名声，最后连命也要让出去。顾怀彻俯身看我，眼底没有半分怜惜。他是我最重要的证人，若他出事，你赔不起。他转身时，袖中一卷旧案文书落在血水里，我看见上面朱批刺眼：永安桥案主犯已诛，余党已清，第二证人供词已录。原来阿姐早就不需要他寸步不离的护着，他只是舍不得他，依赖他。灯影彻底暗下去，再睁眼，婉宁，快去请顾怀彻，你阿姐今日要赴登宴，只有她亲自护着，我才放心。我低头看见自己完好无损的手，上一刻这双手还在顾府冷院里冻得发青，这一刻母亲已经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从榻边拽了起来。婉宁，别愣着了，快去顾家请怀彻。她眼眶泛红，语气急得发颤。你阿姐昨夜又梦见永安桥旧案，醒来后连灯都不敢见。今日登宴人多，万一旧案余孽混在人群里，只有怀彻亲自陪着我才放心。屏风后传来一声轻咳，阿姐江婉仪披着雪白斗篷坐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枚旧银铃，铃铛轻轻一晃，细碎声响像从前世冷院滚回我耳边。我忽然想起，我死前顾怀彻就是拿着这枚染血银铃定了我的罪，前世也是从这一天开始。他陪阿姐赴登宴，他深夜入阿姐院中宴供，他守在阿姐窗外一整夜，而我这个未婚妻只能一次次听他们说护正无男女。母亲见我不动，皱眉催促：“婉宁，你阿姐受不得惊，你一向懂事，别在这时候闹脾气。”我抬起头，看着满屋焦急的人，忽然笑了。母亲说的是。母亲刚松一口气，我便缓缓道：“既然阿姐离不得顾怀策，不如把我的婚约也一并让给阿姐。”屋里瞬间死寂，母亲脸色骤变。胡说！你阿姐早已与靖远侯誓字定亲，你这话是要毁她名声。父亲也沉声斥我：“顾怀彻护他是公务，不是私情。”我看着他们慌乱的模样，终于明白，原来他们都知道顾怀彻能陪阿姐出入内宅，能深夜守她到天亮，却不能给她名分，因为这层遮羞布一掀开，所谓公务就成了见不得光的私情。父亲脸色沉得厉害，他刚要训斥我，院外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，管家还没来得及派小厮出门，顾怀彻已经带着镇抚司的人进了江府。他一身玄衣，腰间悬刀，肩头还沾着清晨薄露。母亲眼睛一亮，立刻迎上去：“顾大人，你来得正好，婉仪昨夜又受惊了。”顾怀彻没有先看我，他的目光越过众人，直接落向屏风后那道白色身影。阿姐手里的银铃轻轻一响，他眉心立刻皱起。我算过日子，今日登宴人多，旧案余孽最容易混入其中，江大小姐不能出任何差池。母亲像抓住救命稻草，忙道：“那就劳烦顾大人亲自护着她。”他点头，抬脚便往内室走。我在他身后开口：“顾怀彻。”他停住，我看着满院镇抚司差役，又看向江家持刀护卫。江家这么多护卫，镇抚司这么多人，为什么非要你亲自护着我阿姐？厅中骤然安静，顾怀彻回头看我，眼神平静的近乎冷淡。他是永安桥案唯一证，旁人不熟旧案细节，若他受将失言，案情会断。又是这句话，前世他用他丢下我的新婚夜，用他深夜守在阿姐窗外，也用他压了我整整5年。我若不满，就是妨碍查案；我若委屈，就是不顾阿姐生死。他是永安桥案唯一证。顾怀彻这句话落下时，我眼前忽然闪过一片刺目的红。前世大婚那日，顾府喜堂，灯火通明，宾客满座，红绸一端握在我手里，另一端握在顾怀彻手中。门外便有小厮跌跌撞撞冲进来，手里捧着一封染血的旧信。阿姐只看了一眼，脸色便白得像纸。她身子一晃，险些摔倒。顾怀彻几乎是立刻松开了红绸，红绸落地，他扶住阿姐，沉声道：“去偏厅。”我穿着嫁衣站在原地，看着他护着阿姐穿过满堂宾客，有人低声议论，眼神怜悯。那一夜，他没有回新房。红烛烧到尽头，喜帕压得我脖颈发僵。我从黄昏等到天亮，只等来一屋冷透的喜酒。天亮后，我自己掀了盖头，去了偏厅。门半掩着，阿姐披着顾怀彻的外袍，靠在榻边睡着。顾怀彻坐在她身侧，手里攥着那封血字旧信。眼下一片漆黑，
我站在门口，声音哑得不像自己。顾怀彻，昨夜是我们的新婚夜。他抬眼看我，眉间没有愧色，只有不耐。婉宁，职责面前只有案情，没有男女。你若连这个都容不下，便不配做镇抚司副使的妻子。那一刻，偏厅外的风吹得我满身红嫁衣发冷。从此，我成了全京城最懂事的心腹，也成了全京城最可笑的人。记忆里的红烛一灭，我重新站在江家正厅。顾怀彻已经进了阿姐院中，母亲亲自引他进去，连丫鬟都被拦在门外。隔着半开的窗，我看见阿姐坐在榻边，指尖攥着银铃。顾怀彻俯身听她说话，神色是我前世等了5年也没等来的耐心。半个时辰后，他才出来。他袖口沾着阿姐惯用的冷梅香，腰间还挂着那枚银铃，那是阿姐幼年在永安桥旧案里遗失的东西，后来被顾怀彻寻回。从那以后，只要阿姐受惊，他便替她收着。顾怀彻走到我面前，从怀中取出一枚平安符。登宴人多，你别乱走。若是前世，我大约会因为这一句话欢喜半日。可如今，我只看见平安符背面绣着一只蓝，阿姐最喜欢蓝，我没有接。风一吹，符角轻轻晃动，像极了前世那些没人肯说破的笑话。顾怀彻，我抬眼看他，我们退亲吧。他手指一顿，片刻后，他皱起眉。你又为了婉意的事闹？我笑了笑，不是闹。我看向他腰间那枚银铃，我只是觉得，既然你日日守着他，事事想着他，连平安符都绣着他喜欢的蓝纹，便不该再占着我的婚约。当夜，阿姐来了我院中，她披着白狐斗篷，眼眶微红，手里还攥着那枚银铃。风一吹，铃声细碎，像是故意提醒我，今日顾怀彻守在谁身边。他站在廊下，没有立刻进门。婉宁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我放下手里的退亲信，抬眼看他。阿姐看见信纸上退亲2字，指尖一颤，她低声道：“我与顾大人只是查案，你知道的，我每回梦见永安桥旧案，醒来后什么都说不清，只有顾大人在，我才敢开口。”他说着，眼泪便落了下来。若是前世，我早就心软了，我会扶他坐下，会替他擦泪，还会反过来责怪自己不够大度。可这一世，我只看着他哭。阿姐，我问谢承彦快回京了吧？他脸色瞬间白了。谢承彦是他的未婚夫，少年从军，驻守北境4年。近日北境大捷，他已在回京路上。阿姐攥紧银铃，勉强道：“承彦哥哥知道我受过苦，他不会误会。”我笑了笑。若他亲眼看见顾怀彻深夜守在你房里，替你披衣，陪你宴供，甚至一夜不出，他也不会介意吗？阿姐唇色发白，他会心疼我。我没有再说。前世谢承彦也心疼他，直到他亲眼看见阿姐披着顾怀彻的外袍从镇抚司密室里走出来。那日风很大，谢承彦站在台阶下，手里的马鞭被他硬生生折断。次日一早，顾怀彻派人送来口信。顾大人说，昨日是他语气重了些，今日登宴前想带2小姐去城南书楼散散心。来传话的小厮低着头，像是笃定我一定会去。可如今我只让人回了2个字：不去。我换了素色衣裙，自己去了城南书楼。前世我困在顾府后宅，管的是顾家的茶水账、香烛账、人情账，却从未真正有1两银子握在自己手里。这一世，我想先学会看账。书楼2层临窗处，掌柜正替我取账书。我刚抬脚上楼，便听见熟悉的声音。这里少了一处细节。我脚步一顿，窗边雅座上，顾怀彻正握着朱笔，在旧案卷宗上圈出一行字。阿姐坐在他身侧，低头看得认真。他肩上披着他的外袍，桌角还放着一盏未凉的热茶。他约的是我，陪的却是他。我转身便走，谁知楼梯转角处正有人上来，我一时没看清，险些撞进那人怀里。一只手稳稳扶住我的手肘，又很快松开。姑娘小心。那人一身青衣，眉眼清朗，手里还捏着半卷账册。他退后半步，礼数周全。我还未道谢，顾怀彻冷着脸走来，目光落在那人刚松开的手上。江婉宁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看了看他身后的阿姐，又看向他。你能陪我阿姐查案，我不能自己来书楼买几本账书。顾怀彻脸色一沉，青衣男子却在旁边轻轻笑了一声。原来这便是镇抚司的规矩。我偏头看他，他拱手道：“在下陆行舟，正好也来买账书。”陆行舟话音刚落，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哄笑。永安桥夜雨，车马翻入河中，江氏女亲眼见黑衣人持刀。那几个字一出口，窗边的阿姐猛地抬头，她手里的茶盏砸在地上，碎瓷溅开，热茶阴湿了卷宗。她脸色白得吓人，身子却止不住发抖。别念了。书楼里所有人都看了过去，顾怀彻几乎立刻转身，伸手扶住他。婉意，看着我。阿姐抬眼看他，眼眶通红，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块浮木。顾怀彻扶着他往后院静室走。婉宁，你先自己回去，婉意不能在这里失控。我侧身让开，语气平静。那你快去，
他脚步一顿，脸色反而沉了下来。你非要在这种时候赌气？周围顿时安静了几分。我看着他扶在阿姐肩上的手，忽然笑了。顾怀彻，你若真顾着案情，就赶紧带他走。他眉心一紧，我声音不高，却足够让2楼的人听见。若不急，我也可以把你这些年如何深夜入我阿姐院中，如何陪她宴供到天亮，如何让我这个未婚妻闭嘴的事说给大家听。阿姐肩头一僵。江婉宁，陆行舟站在我身侧，慢条斯理地合上账册。护证不是错。他看向顾怀彻，语气淡淡。可护到旁人的未婚妻身上，还要自己的未婚妻闭嘴，就有些难看了。这是第一次有外人替我点破这层遮羞布。书楼那日之后，京中流言像落进油锅的火星，几日便烧到了宫宴上。江家姐妹同席而坐，我刚落座，便听见对面贵女眼唇低笑。听说那日书楼里，顾大人当众抱着江大小姐去了净室，那也是职责所在。永安旧案多吓人，江大小姐这些年能活下来已经不易。是啊，顾大人尽忠职守，倒显得有些人小题大做。急到目光齐齐落到我身上。唉，说起来，顾大人不是江二小姐的未婚夫吗？可那日瞧着，倒像江二小姐才是外人。席间顿时响起几声低笑。阿姐坐在我身边，脸色白了白，她藏在袖中的手一片冰冷，悄悄伸过来，抓住我的袖角。婉宁，别听他们乱说。她声音很轻，前世她只要这样唤我，我便会立刻起身替她圆场。顾怀彻只是查案，阿姐身子弱，受不得刺激。江家姐妹一向和睦，最后所有委屈都落回我身上，所有体面都留给他和顾怀彻。可这一世，我低头看着他抓住我袖子的手，然后一点一点抽了回来。阿姐指尖僵在半空，我端起茶盏，平静地看向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。诸位说的对，我轻轻放下茶盏。顾大人既然与我阿姐更像一对，那这婚约我也该早些让出来。我说完那句话，阿姐脸色发白，几位贵女也不敢再笑。我寻了个由头离席，独自往御花园深处走。夜风吹过池面，廊下宫灯摇晃，远处宴乐声渐渐淡了。我站在一株海棠树下，刚想缓一口气，头顶忽然传来窸窣声。我抬头，宫墙上趴着一个人，一只脚踩在墙沿，一只手努力去够挂在枝头的纸鸢。纸鸢被风吹得乱晃，他也跟着摇摇欲坠。陆长师，你别摔死啊！我皇叔已经扣我3个月月钱。墙上的人叹了口气：小郡主，你若不催，我还能多活一会儿。我一愣，险些笑出声。下一刻，那只纸鸢被风一扯，陆行舟脚下一滑，整个人从墙头栽了下来。砰的一声，他摔在我面前3步远，衣摆占了半身落花。小郡主吓得捂住眼睛，我也被吓了一跳。可看见他抬头时，发间还挂着一片海棠花，终究没忍住笑了。陆行舟撑着地坐起来，抬眼看见我，也笑了。江二姑娘，又见面了。他说完，低头拍了拍袖上的土。今日不是故意偷听，也不是故意摔你面前。我看着他狼狈又坦然的模样，胸口那口闷气忽然散了些。原来这世上也有人出现时，不是来逼我忍让的。小郡主抱着纸鸢跑远后，陆行舟正要起身，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惊呼。我回头看去，几位贵女围在阿姐身边，其中一人从袖中取出一枚发旧的铜铃，故意晃了晃。当大小姐，你认不认得这个？铜铃声一响，阿姐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，她死死盯着那枚铜铃，像是看见了什么极可怕的东西，连退几步，后背撞上池边石栏。过来！那贵女还要再问，阿姐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朝池中栽去。婉仪，一把扣住她的手腕，将人拉回怀中。阿姐神志混乱，几乎是本能地攥住她的袖子，指节泛白，怎么也不肯松。我上前一步，想扶住阿姐，可我的手刚碰到她的肩，她便猛地一颤，将我推开。别碰我！我被她推得后退半步。顾怀彻扶着她，抬眼看我，声音冷得没有半分温度。江婉宁，你明知他受不得旧案刺激，为何不守着他？那些贵女看向我的眼神，已经带了等着看笑话的意味。若是前世，我大概又会低头认错。可这一世，我站稳了脚，抬眼看他。铜铃不是我拿的，宫宴不是我办的，人也不是我请的。阿姐不是3岁孩童，顾大人更不是江家下人。我看向他扶在阿姐腰间的手，为何他一出事，最后总是我的错？顾怀彻一时无言。风吹过池面，铜铃还在那贵女手里轻轻作响。可这一次，众人看的不再只是我，他们终于也看向了顾怀彻和被他牢牢护在怀里的阿姐。马车刚停在江府门前，父亲便冷着脸下了车。我跟着进了正厅，还未站稳，
茶盏便砰的一声砸在桌上。父亲指着厅中央，声音沉得骇人：“跪下！”母亲扶着阿姐坐到软榻上，眼眶通红，手里死死攥着那枚银铃。宫宴之上，你不护着你阿姐，反倒当众顶撞顾大人，江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婉宁，你阿姐已经够苦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添乱？她受不得刺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听着，忽然笑出了声。我抬眼看向他们，我该怎么顾全江家脸？母亲一怔，我一步步走到厅中，声音清清楚楚：“解释我的未婚夫为何日护着阿姐，解释他为何深夜出入他院中，解释他一受惊，抓住的人永远是他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他自己的未婚夫。”阿姐指尖一颤，银铃响了一声，母亲脸色骤变，抬手便给了我一巴掌。住口！我被打得偏过脸去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顾怀彻站在门外，不知来了多久。他跨进厅中，看我的眼神失望又冷淡。江婉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慢慢转头看他，他沉声道：“旧案当前，你却只盯着男女私情。”又是这句话。我抬手擦去唇角血丝，笑意一点点冷下来。这一世我不忍了。顾怀彻站在门口，官服冷硬，像是在审一个犯人。旧案当前，顾怀彻，阿姐真的是永安桥案唯一证人。正厅里瞬间静了，父亲皱起眉，母亲的哭声停在喉间。阿姐猛地抬头，手里的银铃撞在桌角。顾怀彻脸色微变，很快又压下去。江婉宁，此事涉案不可乱说。他声音放低，像警告，也像威胁。若是前世，我会怕连累江家，怕毁了阿姐。可这一世，我迎着他的目光，继续往下说。永安桥案还有第二个活口。阿姐脸色一下白了。3年前，那人就被镇抚司找到，供词录了，手印按了，卷宗也入了库。什么第二个活口？顾怀彻猛地看向我，眼底终于露出荒色。我没有听。阿吉早就不是唯一证人。顾大人，婉宁说的可是真的？顾怀彻没有立刻回答，这一瞬间已经足够。我看着他紧绷的下颌，还有你口口声声说的旧案余孽，早在去年冬日就死在岭南官道。阿姐手里的银铃落在地上。不是说他们还会回来杀我？他声音发颤。顾怀彻看向他，婉仪，你先别听他胡言。我笑着往前走了一步。我胡言？既然旧案已无余党，既然供词早已补全，你为何还要日日护着阿姐？为何还要深夜出入她院中？为何还要让她觉得这世上只有你能救她？顾怀彻沉默了，母亲扶着桌案，脸色一点点变白。父亲看着顾怀彻，眼神也终于变了。这些年不是我无理取闹，是顾怀彻一直在骗所有人。我敢在正厅里说出这些，不是凭空猜的。前世嫁入顾府后，有一回顾怀彻连夜去了镇抚司，临走前他吩咐我整理书房，那时我还以为这是他终于肯让我靠近他的生活。我替他擦净书案，收好卷宗，又把散落的案纸一张张归入匣中，直到我搬开一支旧笔洗，听见墙后传来极轻的一声空响，书架案隔开了半寸，里面躺着一卷封了火漆的旧案文书，卷宗边角已经泛黄，封皮上写着4个字：永安桥案。我指尖一颤，本不该打开，可那一夜新房里的红烛还在我眼前烧着，阿姐披着她外袍睡在偏厅的画面也还压在我心口。我拆开火漆，只看了几行，整个人便僵在原地。第二证人已入供，主犯已死，余党已散，江婉仪旧案证词已非唯一凭据，无需镇抚司贴身护证。门忽然被推开，顾怀彻站在门口，脸色骤变。谁准你动这个？他几步上前，一把夺走卷宗，力道大的几乎捏疼我的手腕。既然阿姐已经略立安全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？他没有回答，烛火在他眼底晃了很久，最后他只说：他受降太深，贸然断了一口，会崩溃。我看着他将卷宗重新锁进案格，忽然觉得可笑。他不是怕阿姐崩溃，他是怕阿姐醒来后终于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他。当夜，父亲罚我跪祠堂，祠堂里烛火昏黄，祖宗牌位一层层压在头顶，像要逼我认错。门被推开时，我没有回头。顾怀彻站在门外，风吹动他的官袍，也吹灭了半截香灰。江婉宁，他声音很低，你不该当众说出卷宗的事。婉仪本就受不了刺激，你这样会毁了她。我笑了，我扶着蒲团慢慢站起，毁她的不是我，膝盖早已跪得发麻，声音却很稳。是你们拿旧案当遮羞布，做尽越界之事，还要我闭嘴？怀彻脸色沉下去，退亲吧。祠堂里安静了许久，最后他冷笑一声：好，
如你所愿。他转身前又停下脚步。江婉宁，你别后悔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早点退亲。第二日，顾家送回婚书和信物，随信还附了一句话：若我肯向阿姐认错，婚事仍可继续。母亲捧着信，竟红着眼说：顾大人已经给你台阶了。父亲也沉声道：别不知好歹。我接过婚书，在他们松一口气的目光里，我当着满屋人的面将婚书撕成2半，纸屑落了一地。我把信物扔回托盘，淡淡道：没人要的东西，我不捡。父亲已经气得脸色铁青，他指着我：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改，明日便去城外家庙反省。母亲一惊：老爷，阿姐当年被旧案折磨多年，也没像她这样怨天怨地。既然她觉得没人心疼她，那就让她也尝尝孤苦无依的滋味。我垂眼看着满地碎纸，没有辩解。家庙也好，离开江家正合我意。临走前，我去了阿姐院中，她坐在窗下，脸色苍白，桌上放着那枚银铃。听见脚步声，她抬头看我：婉宁，你为什么非要把那些事说出来？我停在门口，她攥紧帕子，声音发颤：你明知道我最怕旧案，明知道我离不开顾大人，你还要当着父母的面逼他难看。我看着她，忽然觉得疲惫。前世今生，我提醒过她太多次，可她总觉得我的退让是应该，我的委屈是小事，她的苦才最要紧。我最后一次开口：顾怀彻手里还有永安桥案完整卷宗。阿姐怔住：你若真想知道自己这些年为什么不能安生，我继续道：就去找第2周日。窗外风吹进来，银铃轻轻一响，阿姐脸色一点点白下去。我没有再解释，也没有再安慰她，我已经救过她太多次，这一次她该自己去看清。第2日天未亮，江家的马车便停在门口。母亲没有来送我，父亲只派了2个小厮送到家庙山脚便回来，不必多留。车帘落下时，我最后看了一眼江府门边，那里曾是我以为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地方。马车一路颠簸，到了城外山脚，远处家庙藏在半山雾气里，钟声一下一下传来。二小姐，山路不远，您自己上去吧。我接过包袱，看着他们调转马头离开。等马车彻底消失在山道尽头，我没有上山，我转身去了驿站，用腕上的金镯换了银子，雇了一辆北上的商车。姑娘去哪儿？我攥紧包袱，第一次没有报江家的名号。云州，云州靠近边境，商道纵横。我到那里时，城门外驼铃声不断，风里有沙尘，也有热茶和马草的味道。我用随身首饰换了银票，租下一间小院。第1夜，我坐在院中，听墙外商队连夜启程，驼铃声越来越远。我忽然觉得胸口也空，不是难过，是终于不必再等顾怀彻回头，不必再等父母心疼，也不必再等阿姐松开我。第2日，我买了账书，去了铺行，学着问租金，看气质。从前所有人都说我只适合困在后宅做闲妻，可我偏要自己活一次。我在云州待了7日，终于看中驿道旁一间小铺，铺面不大，前头临街，后院能堆柴米，离驿站也近。姑娘放心，这铺子干净，地契也全。若今日定下，我还能少你20两。我正低头看气质，少20两，是因为墙根渗水，后院地契还压在当铺吧？掌柜脸色一变，我转头看去，驿道风沙里，那人青衣窄袖，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胡饼，眉眼带笑，不是陆行舟又是谁？他走近几步，还有这张别贴，也有扣。前铺卖给你，后院却没写清归属。你今日签了，明日柴房就能被人搬空。陆长史，你可别胡说！陆行舟慢慢咬了一口胡饼，要不要我请铺行的人来，当街替你念念？掌柜立刻闭了嘴。我看着他，有些意外。陆行舟也认出了我，却没有问我为何离京，没有问我是不是被江家赶出来，更没有露出半分怜悯。他只把契纸递还给我。这间别买，真想做驿道生意，往西3条街，有个老镖师要卖铺，他急着回乡，气质干净。旁边小郡主从马车里探出头：陆长史，你平日连自家账本都懒得看，今日倒热心。江姑娘上回没笑我摔墙，我礼尚往来。我想起她挂着满头海棠花，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这是我离京后第一次真心笑出来。陆行舟说的那间铺子在西街驿道口，门脸旧了些，门槛被车轮蹭得发亮，可后院宽敞，旁边就是镖局。衙人见我是外地女子，笑着把价又往上抬了3成。我刚要开口，陆行舟便在旁边咳了一声。先看地契，再看押契，最后看税银清单。我照他说的一页页翻过去，果然在家业里看见一行小字：铺后柴房另属他户。衙人脸上的笑僵住了。我合上契纸，
学着陆行舟方才的语气，柴房不归我，价钱便少30两。若你不愿，我去问东街那间。牙人急了，忙拦住我。最后，我用自己的银子买下铺面，没有江家的嫁妆，没有顾家的聘礼，也没有谁替我撑场面。开张那日，我亲手把木匾挂上去。晚来意，起初生意冷清，一整日只卖出3碗热茶。到了夜里，我坐在柜台后，把铜板数了又数，心里也有些发虚。第二日，有个镖师进门，要一壶茶，2张干饼。他说：“你家茶水干净，不掺陈叶。”姑娘，听说你这里能寄信。后来越来越多人来歇脚，有人存货单，有人托我记录银，有人把回乡的信放在柜上。月底那晚，我点灯翻账，账本上第一行盈利不多，却是我自己一文一文挣来的。我看着看着，眼眶忽然发热。原来被人需要，不一定要靠牺牲自己。2个月后，晚来意的生意终于稳了下来。那日午后，驿道上风沙很大，我正坐在柜台后核算茶叶进价，有人停在铺外。我抬头看见顾怀彻站在门前，他风尘仆仆，官袍下摆沾着泥，眉眼仍旧冷肃，只是比起从前，他眼下多了几分皮色。江婉莹，你江父让你去家庙反省，你为何躲到这里？铺中几位客商闻声看过来，我合上账本。顾大人千里迢迢来云州，就是为了替我江父训我。顾怀彻眉心一皱，跟我回京。他语气仍像从前那样，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我笑了笑，我为何要回去？他顿了顿，婉仪近来情绪已经稳了，谢承元也快回京，江家不该再闹出笑话。你若现在回去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明白了，阿姐不再像从前那样夜夜离不得他。谢承彦快回来了，他也不能再日日守在阿姐身边，所以他终于想起了我这个已经退亲的未婚妻。他不要你护了，所以你又想捡回我？顾怀彻脸色一沉，我与婉仪清清白白。清白？我从柜台后站起，盯着他的眼睛。那你为何藏着第二证人的俊宗？为何明知旧案余孽已死，还骗他多年？顾怀彻唇线绷紧，一时竟答不上来。铺中静的只剩茶炉水声。他终于恼了，伸手来抓我的腕子。江婉宁，别在外人面前胡闹！我抄起柜台上的算盘，狠狠砸在他手背上，珠子乱响。顾怀彻，再碰我就报官！算盘珠子散了一地。顾怀彻低头看着发红的手背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江婉宁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。他说着，竟再次伸手要越过柜台来抓我。我还没退，门口忽然响起一道懒洋洋的声音：“顾副使在云州强闯民铺，还要当街带走铺主，这不太合规矩吧？”陆行舟拎着一包热饼走进来，像只是路过来买茶。可他抬手一挡，顾怀彻的手便再也没能碰到我。这是我与婉宁的私事。我从柜台后走出来，我与顾大人早已退亲，没什么私事。陆行舟看了我一眼，他没有替我接话，只从腰间取出一枚令牌，轻轻放在柜台上。铜牌落下，声音不重，却让铺中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云州都护府。顾怀彻脸色微变。既然已经退亲，顾副使在云州强闯民铺，威逼良民，算姿势。他抬眼看向顾怀彻，要不要随我去都护府坐坐？顾怀彻额角绷紧，眼神第一次有了忌惮。他从前总以为我离了江家，离了顾家，便只能任人拿捏。可如今，我身后站着的不是江家父母，也不是旧婚约，是我自己挣来的铺子和一个肯按规矩护我的人。要报官吗？顾怀彻盯着我，像笃定我不敢。今日不报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。他刚松一口气，下次再敢碰我，直接打出去。好。顾怀彻离开云州后，京中的流言也变了味。从前他们说我不懂事，说我嫉妒阿姐，说我一个未婚妻不该同旧案争轻重。如今茶楼里却有人笑道：江家二小姐退亲后没去家庙，反倒在云州开了间驿茶铺。听说顾副使亲自去接人，还被人拿算盘砸了手。真的假的？都护府的人都出面了，还能有假？有人向我抛头露面，不守规训，也有人说：可人家敢退亲，敢离家，还敢自己挣银子，比京里多少贵女都硬气。这些话传进江府时，阿姐正坐在窗前，她手里握着那枚银铃，脸色比从前更白。自从我离京，她夜夜惊醒。顾怀彻却不再像从前那样随叫随到，每次他问起旧案，还没到你该知道的时候。这一次，阿姐没有再信他，她瞒着父母，拿了自己的首饰，派人去寻我提过的第二证人。半月后，那人被带到他面前，那是个鬓发灰白的老仆。
大小姐，当年永安桥案早就结了，余党去年冬天就死在岭南，没人会再来害您。阿姐手里的银铃落在地上。那顾大人为何说我还不安全？老仆沉默许久。这些年是顾家一直压着案卷。窗外风吹进来，烛火猛地一晃，阿姐终于明白，困住她的从来不是旧案，是顾怀彻。靖远侯世子谢承彦班师回朝那日，京城长街挤满了人，铁骑踏过青石板，尘土扬起。谢承彦一身银甲，眉眼冷峻。江家上下早早等在府门前，母亲让人重新挂了红绸，父亲也难得露出笑意，仿佛只要谢承彦回来，阿姐那些流言和难堪便都能被一场婚事遮过去。阿姐穿着浅色衣裙，脸色仍白，却强撑着迎上去。承彦哥哥。谢承彦翻身下马，看了他许久，他没有像从前那样立刻扶他，也没有问他这些年有没有受苦。阿姐眼底闪过一丝慌乱。旧案的事我已经知道真相了，往后不会再让顾大人护着我。他话没说完，谢承彦便抬手示意随从递上一只木匣，匣子打开，里面放着几张查来的证词，有顾怀彻深夜入江府的记录，有镇抚司密室值守的名册。阿姐脸色一点点白下去。我可以解释。谢承彦看着他，你不必解释旧案，我知道你受过苦，也知道顾怀潇骗了你。阿姐眼眶一红，像终于抓住救命稻草。可我也知道，江婉欣这些年被逼着忍了一次又一次。阿姐僵住。若换作我与旁的女子深夜相守，披衣宴供，事事越界，你能不能也说一句职责所在？风吹过门前红绸，阿姐张了张口，却一个字也答不上来。谢承彦回京后，江家的日子越发不好过。半月后，父亲母亲找到了云州。那日我正在晚来衣柜前合账，门外马车停下，母亲先连下来，一看见我身后的茶炉和货架，眼泪便落了下来。婉宁，你怎么真在这种地方抛头露面？父亲进门更直接，他扫了一眼满铺来往的商客，沉声道：闹够了就收拾东西，跟我回京。我合上账本。我在这里做生意，不是闹。女子经营铺面，成何体统？你阿姐的婚事已经被流言拖累，你还要让江家继续丢脸？回去吧，你退了亲，娘再替你寻一门体面的婚事，总比你在这里卖茶送信强。我把账本推到他们面前，上面一笔笔写着茶钱、干粮钱、寄信钱，月底还有结余。我如今自己能养活自己，不需要你们替我体面。父亲被我这句话激怒，抬手便要打下来。我站着没躲，巴掌还未落下，门口忽然传来陆行舟的声音：江大人，这一巴掌若落下，打的便是云州都护府证人的脸。陆行舟走进来。镇抚司旧卷造假案，江姑娘记得关键卷宗细节，她如今是我的协查证人，不是江家可以随意带走的人。父亲脸色变了，母亲怔怔看着我，像第一次发现眼前这个女儿已经不再由他们一句话摆布。我收回账本，茶可以喝，账本不能碰。若只是来训我，门在那边。父母离开晚来一时，脸色都不好看。母亲几次回头看我，像还想说什么，可父亲已经沉着脸上了马车。车轮声远去后，铺子里重新安静下来。我收好账本，才发现天色已经暗了。陆行舟站在门边，手里拎着一盏灯，像早就等着送我回院。一路上一道风沙渐起，他没有问我难不难过，也没有劝我原谅父母。走到巷口时，他才开口：你想回京吗？不想。那你想一直留在云州吗？我看着远处城门上摇晃的灯火，想了想，也未必。陆行舟停下脚步，看向我，我握紧怀里的账本，轻声道：我只是想去哪儿，都由我自己决定。他忽然笑了。那正好。我抬头看他。云州商道多，往西是雪山，往南是水路。你的晚来意开在这里能活，开到别处也能活。夜风吹过，他手里的灯晃了晃。江婉宁，你若愿意，我陪你把晚来意开到更远的地方。我怔住，他没有说嫁给他便能一世无忧，也没有说要替我遮风挡雨，他只是认真地看着我。你的铺子、账本、银子都还是你的，嫁不嫁我，你都能好好活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些。但若你愿意嫁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你不是没人要，是我求来的。我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。许久后，我问：那以后砍价看铺，你还带我吗？陆行舟笑意更深，求之不得。3日后，陆家的媒人带着婚书进了江府。彼时父亲刚从云州回京，脸色还未缓过来。母亲急急赶到正厅，
云州都护陆家替嫡子陆行舟求娶江家二姑娘江婉宁。满屋下人都愣住了。陆行舟不是都护府长史吗？长史只是官职，陆公子乃陆家嫡子，长着半条北境商道的军需账。江二姑娘在云州经营晚来驿，陆公子亲自求的婚书。父亲脸色一变再变，他大概从未想过，被他罚去家庙反省的女儿，竟会在云州重新立足，还能让陆家正经上门求娶。消息传到顾怀彻耳中时，他正在镇抚司翻旧卷，那封卷宗被他攥得起了褶。他一直以为我只是赌气离京，以为阿姐不再夜夜惊惧后，他只要回头，我迟早还会像从前一样站在原地等他。可这一次我没有等。婚书送到云州时，我正在晚来驿柜台后算账，陆行舟站在门口，难得有些不自在。你若后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接过婚书，看着上面并排写着的2个名字，忽然笑了。前世我被家族送进顾家，像一件用来换体面的物件。这一世不是江家把我送出去，也不是谁拿我去补偿谁，是我自己点了头。我抬眼看陆行舟，不后悔。那一刻，前世压在胸口的那口气终于散了一半。我与陆行舟婚书定下不久，京中便传来消息，谢承彦退亲了。送信的镖师在晚来驿喝茶，说起这事时，连声音都压低了几分。听说是在镇抚司门口闹出来的。那日，阿姐去了镇抚司，她等在石阶下，手里攥着那枚旧银铃。顾怀彻从衙门里出来，看见他时，脚步明显一顿。是不是早就知道旧案没有余孽？婉仪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那哪里才是？江家镇抚司密室，还是你此次告诉我，只有你能护着我的时候。来往差役都停下了脚步。顾怀彻脸色难看，伸手想扶他。你先冷静。阿姐却像终于撑不住了，眼泪一瞬间砸下来。你骗了我这么多年。他身子一晃，顾怀彻下意识将他扶进怀里。偏偏这一幕被刚回京复命的谢承彦看了个正着。风吹过镇抚司门前的旗幡，阿姐抬头看见他。哥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谢承彦没有发怒，他只是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顾怀彻扶在他肩上的手。是不是我想的那样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那些年深夜护送、密室验供、披衣守夜，曾经都被一句职责所在遮过去。可如今遮羞布破了，便再也补不回去。谢承彦留下退婚书。我可以心疼你受旧案折磨，却不能接受你把另一个男人当成一生的依靠。阿姐当场崩溃，她终于明白，当年我提醒她，不是嫉妒，是事实。入冬后，宫中设宴，陆行舟奉旨回京述职，我随他一同进宫。马车停在宫门前时，远远便有人看了过来。如今看见我身侧的陆行舟，声音都低了几分。宴席上，顾怀彻也在，他坐在镇抚司席位末端，酒盏在他手边放了很久，他却一口没动，只隔着人群看我。我没有回头。宴散后，我刚上马车，车帘便被人从外面拦住。顾怀彻站在车前，披风上落了薄雪，声音哑得厉害。婉宁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们成了亲，后来你死在冷院，再也不肯回头。他脸色越来越白。那不是吗？顾怀彻踉跄半步，像被人当胸刺了一刀。许久后，他终于低声道：第二证人的卷宗是我藏的。他闭了闭眼。我那时只是糊涂，我怕婉仪崩溃，也怕你知道真相后看不起我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可笑。顾怀彻，你不是糊涂，你既舍不得阿姐依赖你，又舍不得我做你的妻子，你不是尽责，你是贪心。婉宁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放下车帘，淡声吩咐护卫脱开。护卫上前将他拦到一旁。陆行舟先连上车，没有问我顾怀彻说了什么，只把暖炉递到我手里。回家。我点头。他说的是我们的家。宫宴之后没多久，镇抚司旧案终于爆了出来。那日早朝，陆行舟带着3支风漆木箱入宫，箱子一打开，满朝皆敬。第一箱是永安桥案原始供词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3年前镇抚司便已找到第二证人，那人的供词、画押、户籍去向一样不少。第二箱是顾家这些年借户政之名出入各府的记录，哪一日进了哪家内宅，收了多少银票，替谁压下旧案签名，又拿旧案威胁过哪几家高门，全都记得明明白白。第三箱是岭南呈来的诗阁和军议文书，所谓旧案余孽，
早在去年冬日便死在岭南官道。可顾家压下了消息，他们需要余孽活着，只有余孽还在，阿姐才永远是唯一证人。只有阿姐离不得镇抚司，你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入江家，出入权贵后宅。更可笑的是，当年还曾放走过真正的余党，不是因为查不到，是因为案子一日不结，顾家便一日能借旧案邀功，敛财，攀附权贵。殿中死寂，御史当场弹劾，被带上殿的第二证人跪在金砖上，声音发抖，却一字不差地说出当年供词。江家也被召进宫。阿姐站在殿外，听见余党早死4个字时，整个人晃了一下，扶住宫墙，才没有倒下。她这些年的惊梦、恐惧、依赖，是顾家一次次告诉她还不安全。顾怀彻跪在殿前，脸色惨白，他想辩解，可陆行舟只将一卷旧案文书丢到他面前，那正是他曾藏在书房暗格里的卷宗。皇上一怒，下旨重审永安桥旧案，顾父夺爵流放，顾怀彻革职下狱，镇抚司上下涉案之人尽数收监。消息传遍京城时，那些曾笑我小心眼、笑我不懂事的人全都闭了嘴。原来我不是极度诚信，也不是不顾大局，我是唯一一个早就看清的人。旧案重审后，京城安静了许多。阿姐来见我时，是一个落雪的午后，她站在晚来驿门外，穿着素色斗篷，瘦得几乎撑不起衣裳。她手里没有再攥那枚银铃，眼里也没有从前那种一开口便要落泪的委屈。我让人给她倒了一盏热茶，她捧着茶盏，沉默了很久，才低声道：“婉宁，对不起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她抬头看我，眼眶发红，却努力没有哭。从前知道你委屈，可我总想着我已经这么苦了，你让我也是应该的。茶楼里的水声咕嘟响着，我看着他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恨，不代表原谅，只是那些年的忍让、冷眼和委屈，终于不再能困住我。平静道：“往后你的苦你自己受，我的路我自己走。”阿姐指尖一颤，最后点了点头。她走后，父母也来过云州，母亲站在铺门前哭，说她后悔了。父亲沉默地站在更远处，鬓边白了许多。第一次没有命令我回家，可我没有回江家，那里从来不是我的归处。多年后，我和他在云州开了3间晚来驿，他查账，我看铺；他走商道，我算银钱。偶尔他还会在柜台前故意压价，惹得伙计们偷笑，说东家和东家夫人又在斗嘴。后来有人说顾怀彻流放途中病死了，也有人说阿姐去了江南女学，教那些受旧案牵连的女子识字谋生。我听过便罢，前世我以为懂事是女子最好的归宿，后来才明白，太懂事的人最容易被拿去填别人的窟窿。这一生，我不做阿姐的证词，不做父母的脸面，不做顾怀于迟来的选择，更不做任何人的替罪符。我只做我自己，清清白白、自由自在的活。